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成一车银优于是，肌肉男神霸屏，内在美才是王道。香港影视展热闹得像过年，肖战成毅新剧海报一出，好家伙，粉丝们立刻炸开了锅，开始争论谁更帅。这就像月饼甜咸之争，永远没有标准答案。有人喜欢肖战那股温润如玉的劲儿，有人则迷成毅的硬汉气质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吗？说起来，肖战还真是个神奇的存在。想当年《陈情令》一出，他直接从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变成了顶流，这速度比火箭发射还快。虽然中间经历了些风风雨雨，但人家愣是挺过来了，现在依旧是娱乐圈的香饽饽。这次带着《藏海传》和《德贤锦志》两部新剧亮相，气势十足，看来是要继续霸屏的节奏。成毅呢，靠着琉璃和莲花楼也攒了不少人气，特别是莲花楼里的李莲花，那打戏简直是教科书级别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平时看着挺呆萌的一个人，一到戏里就变得身手矫健，这反差萌谁能顶得住？不过光看脸可不够，现在这世道，身材也很重要。这不，韩国那边车银优的腹肌照一出，立马就上了热搜。那线条，那比例，简直是雕塑一般。粉丝们纷纷表示我可以。这边厢，咱们的于适也不甘示弱。自从演了《封神》第一部里的姬发，那身肌肉就成了他的标志。八块腹肌，棱角分明，妥妥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。这身材，说是行走的荷尔蒙也不为过。于是，问题来了，车银优和于适，谁的腹肌更胜一筹？这就好比是华山论剑，高手过招，难分伯仲。有人喜欢车银优那种精雕细琢的美感，有人则更欣赏于适的阳刚之气。反正都是好身材，看得人赏心悦目就对了。其实这争来争去，不就是个审美差异吗？有人喜欢浓眉大眼，有人喜欢小巧玲珑，有人喜欢肌肉猛男，有人喜欢翩翩公子。这就像一道菜，有人觉得好吃，有人觉得难吃，很正常。说到底，美这东西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，1000个人眼里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与其争论谁更好看，不如欣赏不同的美，拓宽自己的审美视野。再说了，外貌只是皮囊，内在才是灵魂。一个人长得再好看，如果内心空虚，那也不过是个花瓶。相反，即使长得不尽如人意，但只要内心丰富，照样可以活得精彩。想当年，苏轼被贬黄州，日子过得苦哈哈的，但他却写出了《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》这样的千古名句。可见，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外貌或境遇，而在于他的内心。所以，与其纠结于外在的比较，不如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。读好书，行好事，做一个内心丰盈的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外貌就不重要了。毕竟，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，长得好看确实能带来一些优势。但我们不能把外貌看得太重，更不能为了追求外貌而迷失自我。就像那些为了减肥而过度节食的人，最后反而损害了健康。这就好比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得不偿失。还有那些为了变美而去整容的人，有些人整得很成功，但也有些人整得很失败，甚至毁容。这就像是一场赌博，风险很大。所以，我们要理性看待外貌，不要盲目追求。与其追求外在的完美，不如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活出真实的自我。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，各种各样的美都应该被尊重和欣赏。无论是浓妆艳抹，还是素面朝天，
无论是肌肉发达，还是纤细瘦弱，都有其独特的魅力。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审美，欣赏不同的美，而不是用单一的标准去评判。这就像一幅画，有的色彩鲜艳，有的水墨淡雅，各有各的美，没有高低之分。所以，下次再看到有人争论谁更好看的时候，不妨一笑置之。毕竟，美是一种主观感受，没有标准答案。与其浪费时间争论，不如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与其纠结于外貌，不如享受生活，活在当下。世界纷纷扰扰，保持内心平静最重要。